新加坡时间2025年8月12日周二下午的4点52分，为大家跟进一下比特币的最新盘面走势。先播报一下基本面信息。本周一，比特币价格再度走高，逼近上月创下的历史高位。投资者正在关注美国监管政策的潜在变化，以及本周将登场的一宗数字资产领域的重要 IPO。这些因素或将成为比特币长达8个月强劲上涨再添动力。在周一早盘的时候呢，比特币突破12万美元，8月以来累计涨幅约 3%。这一走势的话，延续了上周的利好情绪。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劳工部考虑扩大退休账户投资范围，纳入包括加密资产在内的另类投资资产类别。该行政令还包括探讨允许401计划投资私募股权，那最终获批的话，将推动数字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市场目光还聚焦于今天即将公布的美国7月 CPI 数据，市场预期年化通胀率将升至 3%， 尽管通胀可能上升，疲软的就业市场令交易员押注美联储或将很快降息。据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投资者预计9月降息25基点的概率已升至 86.5%， 较上一个月 57.4% 有一个显著的上升。接下来是技术面，昨天比特币行情分析的时候呢，特别提到比特币12万美金是一个整数，那除了整数之外呢，它左手边空头流动性存在点数，因此呢还是比较看涨比特币的。那比特币的价格也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一度最高标至12万3000美金，而我们频道其实在12万2000美金的时候呢就提醒了，开始仓位的止盈点设置在哪里。那目前的话 SYP 的这一个社群还暂时未进行开放，不过呢，你是完全可以看我们交易指标平台给出的数据来做这一次的止盈止损的策略。吃到了这一波短期收益之后呢，市场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日线级别收针了，下跌了将近4000美金，来到了118000美金。这一口价格可以说其实是止盈了大部分的仓位。接下来我们需要在高位看现在是否是承压位，能否继续往上突破。需要注意的观点在哪里？请留意我们今天的这支影片。首先呢，我们要先看一下日线级别，比特币收了一根非常不好看的反向垂直 K 线。这个 K 线代表什么呢？就是比特币多头开盘过后努力往上拉盘，最终呢被抛压直接压下来。日线级别呢是收低于昨天开盘的价格，成就了一根阴线。那这样子就代表上方呢是有一定的卖盘承压力的。现在的话，我们不是要看空因为我觉得不要那么着急，因为往上的整个过程，只要出了这一个高点过后呢，其实它低点没有跌破这一根大阳线的低点，还是有机会在这个样子进行盘整震荡，去消化边缘上的一些卖盘。最终呢，在日线级别多头曲线还是能守住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出现一个上涨的情况。那我们再看向当下的 CME 缺口，其实呢是有被回补一下。如果当下价格要完整回补整一个 CME 的缺口的话，还需要跌至2000点左右。那对于当下的比特币来讲，岂不是要跌到117000美金就能完全回补这一个 CME 的缺口了吗？其实并不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线级别的117000美金值不值得我们继续去看涨。那首先呢，短线级别这里是有一个大概1小时级别的多头趋势线，那这里呢有1点、2点、3点、4点，因此呢这一位置呢短线来讲是一个不错的支撑。至于我们真的要等待 CME 整一个被缺口补回的话，你需要想可能会落在117000美金左右这一个回补 CME 的缺口。我是觉得可以左侧尝试一下去看涨一下比特币，因为在看涨 CME 缺口的交易计划当中，在以往的过程里面大概也只有60-70%是能赚到钱的。那是不是代表比特币一定要跌下来完全回补？不一定的，当下这个曲线呢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支撑点位。那所以呢我们要判断另一个观点，就是到底比特币这样子上涨突破的时候呢，左手边的密集筹码区也是当下这个区间，是否对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能够支持接受。其实从这一口价格开始进行反弹，因此呢我们平台给出的止盈止损成了我的仓位点。117000美金左右完全回补过后继续去看涨，作为我自己多头的一个最终防守。不过呢在这里再次说明不做任何投资意见，本身在学习当中一些理论的话仅供参考。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股，美股只是轻微调整了一下，昨天日线级别呢我们可以看到预计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前高点也许在这样盘整之后呢会被进行测试。那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倾向于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哪怕收了日线级别比较难看的 K 线，它也会在整固过后呢继续向上走。那这是我短线的一些偏见。因此对于我来说的话，做空
可能只是做一波回撤的交易，做多才是主要的一个上涨趋势。那在趋势当中的话，顺大就逆少，就是空头的话尽量不要去开仓了。简单一句话就是宁可做多也不要做空，在如此行情下。如果你说你觉得有点头晕或者不太清楚我在讲什么以及今天的重点是什么，那我想提醒你的是，如果它再度来到这一边，你看看盘口有没有出现背离，那这一个的话将是我下一步非常留意的一个点。如果出现盘口背离，那极有可能是在补我们之前刚刚讲到那一个缺口啊。那我们的目标点位的话，就需要进行重置啊，真的是要看向117000的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以结合今天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它确实很有可能是要往下再补这一个缺口啊。不过这仅仅只是我的猜测罢了。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前导，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后续空头发放的一个凭证。另外，我们指标平台更新了 SVIP 功能。该功能可以解锁平台所有指标信息，便于你更好的使用和开设仓位。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完成交易所的注册，并且完成如下的任务，就可以轻松享受仅限100的席位，先到先得。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全球第一交易所币安，并享受我们的专属手续费减免优惠。OKX 交易所最强信任福利数字盲盒手续费减免。XT 交易所全网合约最高返现比例 20%， 现货 49%。以及我们协同币安、OKX 和 XT 交易所进行的独家签约的跟单交易，利用手上闲置资金进行跟单，可以让自己的利益增长最大化。以下是如何在合约跟单当中找到我们这一个平台。再看上比特币的资金流入情况，那么相较于昨天的话是流入794颗比特币，那我们绿色的柱体的话代表流入，红色代表流出。柱体的高低呢决定了当日流出的一个数额。那比如说它1500 BTC 的话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啊，那么相较于的话，那么2224的话一定是比它更高的，所以它是红色的流出，绿色的流入。最后呢，我们来看像交易指标平台那么这边的话 ETH 最近几天的交易量都要比比特币大，所以呢它排名相对来说比较靠前。在这里呢，不仅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当时的一个价格，然后也可以看到24小时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当然这都是需要你提前 OKX 进行连接才可以解锁的内容。并且指标平台的话给出了一个 L2 做多的信号，但是状态的话是更正的状态，因为结合到一个 ETF 的净流入流出情况来看的话，那么目前去开设仓位的话，其实是要做一个长期的收益了，短期的话很可能吃不到。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些不太懂的地方，你可以在评论区当中评论出来，我会为大家进行解答。那同时呢，多使用一下我们的交易指标平台。我是通过开实盘给大家做一个教学演讲的，所以其实呢，在每一期视频当中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开单的一个具体情况。你本身对指标不太感冒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下 OKX 虚拟仓来进行开单。因为 OKX 不是有个虚拟交易嘛，你可以使用虚拟交易来进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